对，直播中好像开始了，对，开始了。就是刚因为用那个少勋那边的手机直播，好像听说有点糊。后面演一个就是，你看这蛋酱煮的时候，半熟蛋，哎，真的，半熟蛋。所以大家都过来了吗？有慢慢的在搬家。说奇怪，就是到底是干嘛？玩鬼抓人。换来换去。等一下，我们可能是出现在梦莲的直播之类的，或者是博宇的直播。听说他们昨天去香港，我整个红翻啊！对，超红，在机场被包围，好想要。没办法，我没有工作。等下你们没有要问粉丝说有没有发现你们哪里不太一样吗？我没有哪里不一样哦。没有不一样吗？对啊，我哪里不一样吗？大家来找茬，然后开始截图就发现，哎，奇怪，人都不一样了。哎，我觉得可以用夹的，然后我们可以转过来。可以啊，就变那个。就我们就直接，他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好，来，直接切成自拍模式，然后等一下哦。OK。要拿什么东西垫底吗？会太矮了。放前面一点。看一下脚。可以。哎，刚刚好。这样刚刚好是不是？我做近一点就好。可以。可以耶。现在是用我的吗？对啊。好，我们现在看1350人，然后因为放的有点远，然后我看不到留言。芦笋想吃，对。现在才发现面煮了30分钟以上，我没有煮那么久啊。有吗？靠，真的哎。没有啦，我们15分开始直播，大概25分才开始煮，所以大概差不多才煮20分钟而已。又糊了。这是同框的概念。我们还穿好像哦。我们今天真的又穿得很像。又穿得很像，是不是？好奇怪哦。现在是我的账号吗？还是？你的账号。好。大家就静静的看着我们吃饭。可以聊些什么吗？我真的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聊我们啊？为什么？实在不知道聊什么。就不知道聊什么，就从队上每个人开始聊。那我们就从导演开始聊吧。应该是说，我很想知道大家对于我今天煮饭给你吃，大家觉得怎么样？那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你还自己带瓦斯炉来。然后早上一直传语音讯息，说我买这个可以吗？然后今天早上少勋一直叫我老板，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昨天叫我老大，然后今天叫我老板，所以你到底要叫我什么？我要叫你大老板。其实我有选择障碍，所以我就早上一直不知道怎么样选择，然后我就觉得，我还是想要问一下他的意见，煮你想要吃的东西给你吃啊。我看到说少勋练超壮，有吗？没有，这轮子这边光线好啊。对，我们二头肌看起来都蛮明显。这样，你看我们这样看起来二头肌超明显。用力一下，哇，2只肌肉。不过你最近真的是感觉有练有差。我最近吃蛮多肉的，然后高蛋白的，有大一号吧，就是身材。你知道我那时候拍越界的时候，大概667吧。你知道现在几公斤吗？75，差不多。真假的？现在75，74、75。而且以前穿 M 都可以，现在不行，现在要穿 L 了。然后有一些 size 可能要穿到 XL。
你现在比我重，我现在才70。你前阵子也超壮，好不好？手臂超壮。哎，你觉得好吃吗？认真觉得？我认真觉得还不错，认真觉得还不错，真的。而且这个面好奇怪哦，就它煮这么久也没有到糊掉，还是有维持它的那个面条的那个形状。1000多人是不是？蛮多的啊。是吗？嗯。你们之前才煮了多少人？也大概1-2千，差不多。不论是晚上。哦，你中午时段本来就会。比较。很多人都说叫我把直播存下来。小汉，你刚不是有存吗？就存下来方便他们截图，就是他们可以一直重复看。哦。就他只要点到你那边，他就可以看。哦。好啊。好啊。然后我来看看哦。因为存下来可以的，谢谢。不是存在我的手机里面，是存在 IG 上面。也对 ，IG 上面。大家有在问什么问题吗？什么超可爱表情包？大家就是很开心。所以昨天我 PO 之后，你知道，真的我觉得好厉害哦！就是我刚 PO 4分钟预告的时候，然后就200-300则留言，然后大家就说哇，好期待同框，好期待同框那样。我们有这么久没见吗？我们上次见面怎么做？可是我们上次见面就那个啊，就是少瑜伽的时候啊，对，吃饭，蛮近的啊。就已经很少看到动态的同框了吧？哦，下次再一起出去玩。不然你最近有什么活动？没有，最近就真的是练球认真的训练，为下一部戏做训练。对吧？有粉丝说这次亲戚好多哎。真假的？还是因为用前镜头啊？其实因为燕哲告诉我他家冷气坏掉了，所以我怕他流汗热。而且现在我没有在流汗，因为他说要吃辣的，所以我们就先准备了一个湿纸巾，而且还是莓果香哦。可是重点是这个也没有很辣啊，然后没有很辣，然后现在在流汗的是范少勋。其实是我想要散发莓果香。现在开始乱聊。有粉丝说你们真的是好孩子，结果都表不起来。什么表不起来？你说表别人吗？哦，对。表不起来。我觉得真的表不起来，因为我们嘴巴没有谢勇那么贱。就是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功能可以把别人讲得这么彻底啊？其实上次谢一宏的直播我也没有看完啊，所以他到底讲了你什么，然后让你就是今天一开直播就开始讲了。应该是说，他说，就我刚刚讲的，在直播对不对？在那个讯息里面不回这件事情。哦。所以你只是想澄清说你没有不回。对。你只是太忙。对。对。我不开心，他在直播里面这样偷偷的消费我，然后还不告诉我，而且是粉丝截图，然后告诉我才知道。那像之前啊，谢总是那种，假设我们之前有些活动或者访的时候，我有要说，谢宏我觉得他很好很棒，然后结束完谢宏看到谢宏都说，兄弟，谢谢你。我看到你刚刚说我很开心，谢谢你有提到我。然后开直播间表你，对，就是讲的好像一副很重义气，然后在直播的时候，你还记得谢宏杀青酒的时候？赵勋啊，就是那个范爷啊，就是他在那个赖群里就不太回啊，就是好像很忙的，就他说是啊，我记得他说还有我到他的个人的对。我还要很慎重的邀请他，我觉得蛮像的。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谢勇你太浮夸了。
他每个都很浮夸啊。对，就是他杀青酒不是还把我们的头就是抱在一起，他都这样，你知道我们的兄弟，一辈子兄弟，然后就一开直播就开始表人家，到底什么对你来说叫兄弟啊？谢一宏，刚才生气了。然后少宇呢，少宇就是跟着谢一宏在就是随之起舞，就是谢一宏说什么他就是旁边附和。说到这边，我想说一下少宇的好话。我觉得少宇你那天太辛苦了，你完全只能附和谢一宏。就是我蛮了解你那时候的感受啊，就是只能被他带着走。谢一宏太坏了。谢一宏一直在说别人的秘密，我真的觉得不 OK。不 OK， 谢一宏，你可不可以向我跟燕哲学习一下？你看燕哲把我教的多好，你在做什么坏榜样啊？他上次在那边就是说什么少宇家附近有一间很大的卖场，然后那个卖场一讲出来，大家就知道就是少宇的家在哪。啊，太过分了！然后他讲完之后，他还说杨我绝对不会说这。然后他有什么？然后他好像还说杨梦明也住在附近，你看一次拖2个人下水。谢一宏都用别人来消费自己。不是，用消费别人来成就自己，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不要没梗就这样。有，这一直存在我的笔记本里面。超可爱，粉丝一直在告状，煽风。还有什么状可以看完？看一下。他说什么？他说少勋太在告状。还有什么？燕哲，我大牌吗？往上跑。你大牌但不大头。哎，对啊。这句话是，就是以演员来说，他是大牌演员。为什么？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演技是大牌演员该有的。假赛呀！假赛但是他不大头。那这样说起来，燕哲也是我是啊，大牌，我一哥哎。你大头，因为我们公司只有我一个。哦。我最近公司拿东西啊，然后我已经不是范爷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大家可以叫我范小弟，可以叫我范小弟就好。你迟早会变范爷的啊。那是以后啊，以后再说嘛。看我现在都被叫老师了。你叫老师很合理啊。没有。你今年我没有，今年贵。我也只不过大少勋几岁而已。谁叫你范爷？这个玉红啊。粉丝说你们2个的直播真的好善良。我们就吃东西直播啊。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直播的目的就还是我要煮给燕哲吃啊。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把黑红说的啊，对不起，我打他入顺吃了。他刚刚牵我的手，不小心敲到他。所以啊，就是我们就把谢红表成这样。其实我们有没有表他很多啊？对，但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不想成为跟他一样的人。对不对？我们都不要成为跟他一样的人。我们都不要，就我们要看着谢红，然后时时刻刻谨记着自己。所以今天直播主要目的就是，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我们希望传达一种回味一下，然后传达一种正面的能量，就是我们的直播呢，绝对不会跟其他人一样，就是靠着表别人来激别人。对。那我们现在是在做这件事情？没有啊。没有。有粉丝帮你们说话，他们说你们只是说实话而已。对，我们有正义的护花者。对，谢谢你，9527。大家看我们直播吃饭，大家吃饭了吗？对，这个时间大家应该要吃饭。我们好像快到2000嘞。对，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昨天好像是毕业潮。
恭喜大家毕业了，恭喜大家毕业。就是，就很像我们系里面一样，就是我们系里面还没毕业。哦，你毕业啊？快要了。然后其实很多粉丝就有写一些文章，就是写到我们毕业之后，我又看了几篇，我觉得还蛮感动。对，就是你也打到全国大赛，然后我毕业这样。恭喜大家步入下一个阶段，对，毕业快乐！鹏程万里，毕业快乐。毕业之后就是下一个阶段。因为我跟做节目的时候看到好多人拿毕业花，然后制服上面都有签名，对不对？然后觉得好怀念哦。蛮想要，就是我们统一向大家就是说声毕业快乐。对啊，真的毕业快乐！希望你们在新的环境里面，不管是出来工作了，或者是继续读书，或者是你有下一步不一样的计划，就大家好好加油。对啊，这都是你人生的养分。而且其实说真的，虽然我又再讲一次这件事情，但很多人都说，因为我们他很有勇气这件事情。然后就有些人说，哦，他本来不想要选这一科，然后后来他真的想说追求自己的兴趣吧。对。我最近也有粉丝有写信，就是我收卡片他没有问，他就问说他最近考试，然后考得怎么样，然后他想要选哪一个。我觉得重点还是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追求自己有兴趣的。我看到你是想要讲什么吗？哎，我拿科比斯，我看到。我们科比升级。我刚又卡了，是不是？可是还有在跳啊，那个爱心一直在跳，没声音了，糊了。可能杨梦玲又进来，还是我换一个角度，我换到这边的，这边好一点吗？你造成一阵恐慌。我刚刚真的大呛到一波。我们的科比是升级叫苏达，他是有气的。对。现在又开始动了是吗？对。然后我靠住自己好了。因为这后面是电风扇，所以刚刚就是镜头一直晃。对。应该要喝春酒吧？应该要喝春绿才对。春绿蛮好喝的，就是它只有3%，然后它有那个茶，它有茶的味道，我真的觉得蛮好喝的。哦，还好卢彦哲准备饮料。继续吃。然后刚刚不是讲到什么追求自己有兴趣的啊？自己喜欢最重要。然后我最近有收到一个卡片，就是有一个粉丝说他有一点点的忧郁症，然后他最近忧郁症就是前一阵子去年忧郁症有发作，然后他因为看了那个越界，然后帮助他度过这段时间。Oh my god！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在做功德，拍了一部做功德的作品。就是让大家，因为像我前阵子也在，你可以做过来。我不是拍了2张剧照吗？对，一张打排球。我也会，就那时候其实我前阵子在训练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蛮沮丧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超认真练，可是每次就看，最近 NBA 又冠军赛，然后我觉得哇，这动作太帅了。我想说，我都练成这样，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他说做不到，然后就no，然后或是就会有这卡关期，然后觉得因为练得很累嘛，就觉得很不开心这样，然后我就突然也看到那时候越界照片，就刚好看到那几张，我就觉得
给你勇气吗？就是好莫名的，就是其实你那时候付出了那么多，然后，而且你看，我觉得我那时候看照片的时候，像以前看剧照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这就是我嘛，就找一下帅帅的样子，或者什么，但是隔一段时间，我突然去看那剧照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夏雨豪好像另外一个人。就是反正你自己变成一种观众的角度。对，我从观众的角度去看到那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天哪，这个人，因为我之前都会不觉得大家会说，我夏雨豪很带给你们勇气，所以我那时候问说，你们觉得夏雨豪哪一段带给你们勇气？是因为我其实也蛮想去看一下那一段是，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传达勇气的，对那种感觉。然后在我自己突然也失去这个动力，或是没有这个勇气的时候，我突然去看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天哪，就是这个人怎么这么敢，或是这么有勇气？就其实那就表示我们那时候的表演，反而就是自己看了也会有感动啊，感同身受。可能是这样，就是，还是我们下次就是做一个很蠢的直播，就是你看越界4集，一集我们是8集，因为后来才20分钟嘛。对，8集，全部这样看完是多久？160分钟。160分钟，2个多小时了。我看到我家陆孙子在我家尿尿。其实我刚刚就是想说，他在那边打算是不是要尿尿了？对。结果我很想说，先不要好了，然后先讲我要讲的，结果再转过去就看到苹果西打。有没有看到圆圆那头黄黄的？看苹果西打。没关系，我也不会打他，因为尿尿是正常的啊。因为他太开心了。对啊，他看到下狗狗太开心了，看到有同类来了。他没有，我来处理就好，那等下我处理就好了。洪敏，哦，他刚好来，他说他也。洪明最近打球打得怎么样？对他最近在训练的东西，然后他现在说，我最近在练这个，然后我想说，哇，这看起来好像很猛哎，然后我才刚说完，那天早上我教练就叫我做那个，然后顶层训练吗？对，我做完之后，这真的是太酸。因为说真的，他们国手真的练的东西好强，高强度，密集的训练，而且他的手啊，就这边剪到破了。跟我之前这边一样，而我这边剪也破掉，破了，然后又再长新的。哇，我觉得，就台湾很多人都说台湾运动不怎么样，或者说发展有限，但是其实说真的，他们真的很，我觉得运动员还是很认真的在付出，对，完全是，你看到他们练习的状态或者什么，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因为我现在自己在练，然后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现役的球员或者什么，我就觉得，哇，就是大家都是一样这么认真跟热血在付出这些事情，哇，很被感动啊！我觉得。我刚说啊，就如果这样，我们就这样开直播，然后大家一起再看一次越界，你觉得这样会太久吗？我觉得不会很久，我觉得还好。我们就是一边看一边，我们就是一次直播开1集，然后这样我们就会有8次直播，不然就是一次看2集。但是这样很尴尬，其实。为什么？因为其实演员看自己的作品多多少少都有点尴尬。那你看，尤其是看到我们如果刚好有第4集最后那个地方，上次我跟我朋友在我家看，然后我朋友就说：“从这突然开始了，然后他在我的沙发上面翻滚。”他说：“Oh no！” 就我觉得我们可以换另外一角度，因为我们这个对吧？大家觉得怎么样？一起看吻戏啊？大家想一起看吻戏？再看一次吻戏哦，那就直接看第4集就好了。大概第4集18分左右吧。记得很清楚。可以啊。你要邀所有队员吗？还是就有空的就来？可以啊。我就会预想得到，就是谢依宏一定会有一些干话这样。那我们还是不要邀他好。
因为我觉得他会让他官腔，对对，我觉得他会让这个主题偏离，他很常把主轴带走。假设我们今天吃泡面，我们是想要很认真的，我煮一个东西给你吃，然后他来就会忘记泡面这件事情，就会开始记得开始表人这件事情。对，我怕我们主题会偏离。我发现他能变粥它好浓哦。你会不喜欢吗？不会啊，还是其实你不敢说不喜欢？你没有啊，我会把它吃完。就像不好吃的便当，我把它做成饭团一样。哦，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我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任何变化。大家看一下这个还能做什么变化？我想到了，还是我们把它就是包装起来，然后拿到网络上面去卖。范少勋范爷亲手做的便当泡面，然后制造日期2018，有效日期6月2号这样。有效日期今天是6月1号还是6月2号？2号，今天是2号。今天除了他们飞啊，2号。然后对，制造日期是2018年6月2号，然后有效期限是2018年6月2号晚上6点，直接坏掉。大家都说下次直播，就是有人说要记得哦，就是你刚刚说的，对，你刚刚已经预告了。哦，可以啊。已经开支票了。还是不然就是我们下次可以看别的作品。然后有机说要看金家。金家，我 OK 哦。我想要看一下邱子轩在金家里面的样子。那个已经不是邱子轩了。我们可以看蒙甲，蒙甲还没上哦。就等上了啊。我们可以看越狱男孩啊，对不对？还有97约一波。哦，可以。然后大家一起去看首映。可以哦。要不要？谢谢范爷，还要包，你要包戏院是不是？我没钱。我没钱。这要讲一下你狗狗的事情吗？哦，那个蚊子。好，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他会没钱，原因是因为他最近救了他自己的狗。也不是救啊，是应该的。一定要，这真的是一定要。小型狗好像都会有一些支气管的问题。然后尤其是马尔济斯，他们那个支气管比较容易塌陷，所以他们会很容易发出这样，然后就是 always 会有这种声音。然后一开始其实去给医生看的时候，医生就觉得还好，就是影响不大，就是他只要还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生活就好了。有一天就是他好像太激动了，然后过度换气。你说最近？对，最近，然后他就突然有点像昏倒这样，然后就赶快送去医院，就是他放在那个氧气箱，你知道宠物氧气箱那种。然后一开始就放一支也没一个氧气管，然后没用，就变加到2管，然后就这样瘫在里面这样，然后那时候第一家那个医院就说你这个就是一定要弄，就是一定要开刀做那个，它叫支气管架还是什么类似的东西，然后不做就是你只能就让它就是慢慢的这样，就是2个选择，一个是要撞这个，然后一个就是跟他就是说再见，就只有这2个。但是我跟我姐姐都觉得她其他都很健康，她不能因为呼吸这件事情就没办法了，对，所以我们就问了医生说这费用大概要多少，然后一开始第一家医院就说全台湾其实很少人做这个，因为这个手术其实就它需要的仪器跟设备蛮多的，然后跟它里面那个支架，它其实超酷的，它就是一个弹簧这样，它是这样很软的弹簧，然后把支气管撑开，对，它就变这样撑开，就细细的这样放进去，然后撑开，它就有空间可以呼吸，很少人做，然后就很大，然后超级多家动物医院，就连台中我都问了，原本想要说冲了去台中就医过这样，然后费用大概是10万。你那时候一开始问到10万，然后10万的医生还说还不一定能，不是，他是说我有这个东西，但我没有做过，所以就是还有一点风险，对，就是我还不能确定说他能不能成功，对，就是因为我有设备，但我没做过，所以他就说。我老实跟你说，我没做过，但有一家
可能他那医生有做过，然后所以他推荐你们去。对，然后我们打电话去问，他说有，我们有做过，干嘛？然后东西都有，去，然后那家动物医院真的超好，它叫做曼哈顿，最近在东区是不是？对，在市民大道上面，曼哈顿动物医院，医生人超 nice， 然后柜台阿姨也超好，就是我们就因为他等于是我们就把那个狗狗从那个氧气箱拿出来之后，要自己赶快就是送到另外一个医院里面，然后让它进去氧气箱里面，不然它中间那个过程是不能呼吸。它就就是气管已经那个不行了。然后去的时候赶快进去放了，然后那个一开始那个柜台的那个阿姨就安抚我们说没事，干嘛，因为我们真的拖着一整天在找医院，然后医生就是院长。他马上就手刀这样，我刚看完那 X 光，就是怎么样，开始跟我们讲解。然后他就说，我们这边有线，他有那个线料，不然如果那个线料它没有那个尺寸的话，要从美国订，然后要8天，又要等，对，要等8天。他说刚好有，然后就算我们8万，还比较便宜，对吧？然后就做过，然后他现在开刀完就是在家里就休养，然后就觉得就是狗狗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小狗啊，就是你可以很开心的跟它玩，但是不要让它太激动，因为太激动，它的心脏也是一个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可以很开开心心的带它出去散散步啊，或者什么。但因为我之前很爱跟我狗玩一些很激烈的游戏，就比如说跟我一起跳舞啊，或是你追我跑啊，就这种，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都有太激烈，对吧？对。但是我觉得听到就是救回来，算救起来是一个好事，是一件好事。真的，我跟我姐都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姐一直哭啊，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有哭吗？我还好，就比较冷静一点，对吧？然后我就不行啊，那一定要花一下，一定要救，对吧？要是芦笋是这样，我应该也会救，不是应该，我会救他。就是，我觉得像这种，像我有时候就工作很累啊，去见到他，他其实很疗愈，对，就是，而且他是一个你会放在心上一件事情，就是我好像要回家带他尿尿，我要喂他吃饭，就会一直记在心上。不是，就是假设你每天都在应对人，对人，然后你回家，然后你的宠物就是那种就像傻憨，对，然后就像爬到你旁边，然后就像窝着，然后你就这样摸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外面一切困难好像都没有什么，真的就会觉得很疗愈，好舒服哦。我是开门，然后杜主任就会走到门前面那边，就看你，然后回来了，然后就走掉了。对，就是这种行为，我都会觉得很被温暖。我想说，很多人都说我很暖啊，或者什么。我觉得是因为我生活周遭有这些很赞好的事物，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也可以成为你们生活周遭的这个人，这样你们会变得很暖。我之前要讲一下，我就觉得我们都一直给大家正能量，因为有我们刚才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人在偷笑。你说你的经纪人吗？对啊，就我不知道平平在笑什么啊，他叫平平，少轩的经纪人，我不知道他旁边叫什么。然后对不起，好，你继续说。现在你们回应区一阵暖，大家都好快乐。大家都说我们很正能量。对。你刚刚说什么？我刚刚说，是我上次520啊，然后我不是前一阵子托我去领养芦笋汁的事情，然后就我的粉丝他们也去捐款给那个流浪动物之家还是流浪动物协会，就是12页的那个电影的捐款，然后就是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还有520他们有一个粉丝去捐钱给世界展望中心还是什么，我有看到，我就觉得虽然我们没有做到那么多事情，但是我们传达一种能量，会让粉丝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蛮感动。说到一件事情，就我刚去中油加油的时候，我骑摩托车去加油，
然后现在啊，这就是大家可以多多去中油加油一下，因为他们就2个月，我刚刚才拿到，但我就很想要顺便借这机会让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现在去中油加油啊，它会有这个爱心集点，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那个点数啊集起来，然后它会把这些点数捐到一个是老人福利基金会，然后跟儿童的联盟文教基金会，就这几个基金会，就是我觉得加油就100块200块，你汽车加油可能多一点，但你可以把这个小小的积点卡，就是累积到给他们一些，我觉得小东西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真的做不了什么。我觉得就是你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对啊，就是我觉得很简单，就摩托车加油，像我加110，然后它就会有一些点数，然后它就会给你这个卡，然后你就带着，然后它就会逼你的条码，然后你就可以传送你的爱心给他。大家说业配，他非业配，真的假的？我真的是刚加油了，他给我的啦。你们刚刚一阵正能量，有人说要看你们一起那个螃蟹吗？螃蟹吗？它就是螃蟹啊！哎，为什么你之前会戴那个螃蟹啊？一个螃蟹头套啊？为什么你会戴那个东西？哦，没有，那是很久以前去一个摄影棚拍照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东西就很有趣。哎，真的啊，我真的刚刚不是业配啊。少君帽子上面那个是不是不要对我尖叫？哎，对啊，没错，这个才是业配。对，这才是业配。哎，我刚刚在刘彦哲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来。螃蟹开始洗板，来，螃蟹洗板，螃蟹洗板，我们就带这个，然后比螃蟹。眼睛也开始洗板。这，我觉得我们2个戴就很像那个有没有 MIB 星际战警？我们要拿一个那个闪光这样。我们是这样吗？对。那你转过来。然后我转过来。另外一边背对背。就是这样。然后拿枪这样。差不多是这种拍法。我们现在是停格给大家截图吗？是吗？还是我应该要这样？哎，笋子一起来。好，笋子一起来。哎，对不起，我把你眼镜拿走啊。这是笋子戴的。你来。我消除你记忆。我消除你记忆。他本来就没有什么记忆。来比个螃蟹爱心。我现在没有手哎。啊，对耶。他的螃蟹受伤，你的螃蟹受伤了。是怎么比的？是这样，因为爱心，然后这上面它不太确定，所以它要比成螃蟹这样。不太确定这样。这跟那个云有关系吗？哪个云？你上次的那个云，你 PO 的那个云啊？哎，没有，其实我那个云我也不知道它像什么。像我。没有，有没有像师伯云？很撩，很撩。成功。哎，我是卢彦哲。哎，快捷。你可以来段 freestyle 吗？你有 freestyle 吗？你有 freestyle 吗？好了，这眼镜。下班了。哎，你上次不是也去配一只眼镜？我这眼镜戴起来蛮哇哦，就是戴起来会自带音效。哇哦。So 哇，对，最近很多人说我很爱说手，但其实是真的。我这眼镜蛮赞的，我蛮喜欢的。你要吗？我可能不太敢在路上戴。不是，重点是这戴在路上我们也看不到路啊。就是你们2个一起的时候限定。对，限定。虽然芦笋只有戴过，所以我们就这样一直直播到结束。哇哦！好，对不起，我刚刚说不要跟狗玩那么激动的游戏。可是我常常跟他玩激动的游戏，他就会在那边一直旋转。我觉得。然后我会追他，然后他会喘啊。对，不要太激动。好，等下就这样。可是因为我现在没有戴隐形眼镜，你看不见，所以我现在其实看不清楚你们在讲什么，所以我还要再戴我自己的眼镜。你看她好漂亮啊，她的手就这样搭在我的脚上。而且他有时候还会这样交叉。美丽的公主。对啊，交叉。
卢准之亲我。对啊，可以。哦，它的毛摸起来，它会掉毛啊。啊，会最近掉毛蛮严重的。可是怎么感觉不出来？你们来之前我才吸过它。你吸过它？就是要吸过它的毛。哦。好，继续吃。继续吃，我来看一下。大家有在说什么吗？经纪人会饿吗？我们剩下的就是经纪人吃啊。长这样。我等一下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了，那这个我们尽量吃。我们尽量吃。我再吃一半啊。就是2盒肉给燕哲吃，补一下肉，对不对？我们最近都有在运动哎。你最近？我最近跟那个杨梦玲。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他朋友的那个健身房。朋友开的。对，然后就去给教练带，然后真的是最近深蹲，差点打教练的。你最近也在深蹲哦？超累的，蹲到就是厌世。你们深蹲，你现在深蹲蹲多重啊？我没有很重，因为我现在在调姿势。我突然发现你这样2副眼镜好好看哦，好帅啊！你认真？认真。大家有没有觉得少勋的审美观有点奇怪？你要不要再带一副啊？子轩本体带起来。子轩本体？不要啊，太多了。不然你本体做带。哦，你要带本体？你是不是很喜欢本体？你上次是不是配了一副跟本体很像？你有配吗？我有配啊。你有带吗？我有带啊。那拿出来啊。我没带啊，我现在没带。你为什么现在不带？你有带？是有住宿的，我带你前进啊。你就今天就带那个来就好了。那我要带一下你的本体啊。对，下次。好了。对。我只是懒得起身去拿，还是大家想要看他带本体？有吗？我记得我上次有带过一次啊，上次直播的时候，在国师生日的时候。你们后来是不是有跟唐老师在吃饭？有吃过一次。你是不是请他算那个星座？小算一下命盘。算的怎么样？觉得蛮开心的。他的头这样卡在我手上，好可爱哦。可爱的。所以有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唐老师他是很棒的前辈，就是因为我上次命盘他还没给我，唐老师你命盘还没有给我，他帮你看到什么吗？可以聊的吗？可以聊了，他帮我看到你要认真，你一定要认真，然后就以你现在的节奏跟脚步，很 OK， 是可以的，是吧？我这。他这样在我手上，我觉得好 Q 哦，好疗愈哦。我把碗拿开。芦笋汁，你不是要戴眼镜吗？不是要4副眼镜？对。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戴起来像大熊。再讲一遍。大熊啊！哎呀，我也不要干嘛？不然你要干嘛？我没有要干嘛。还是你要当哈利波特？你这副戴起来蛮好看的。你真的喜欢他的眼睛？你要不要考虑去这副也配一下度数？我本来有在考虑，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点切换。切换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眼镜感觉蛮猛的。所以你要把它压下来一点嘛？这样，这很蠢哎。这样好，这样好。超像大熊。大胸，有人说大胸。有人说芦笋汁很可爱，你真的很可爱。所以你是真的有帮他开粉丝专页？有啊 ，IG 对不对？他 IG 好像5000多了吧？哇，你好！5600了，哇！是不是比晋阳高了？都表晋阳。对啊，晋阳最近，他最近在剧场工作，大家去帮他加油哦。他上次也没有出来跟我们去。说真的啊，真正不回讯息的是晋阳。不是说好不表人的吗？对不起。没有，我没有表人。我说实话。然后结果晋阳有啊，他偶尔会回1-2句。晋阳就开始截图他在群组里面回的话，我有说话。我觉得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想要跟我们
聊一聊一下为什么，有什么问题？还是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开放提问。对啊。而且大家就很开心，就是看我们吃饭这样。今天的主题就是少勋煮泡面给我吃。其实你知道我本来想要去那个买那个饭团哦，然后把它打烂，然后再走饭团，给你吃，这样会不会有点多此一举？有一点。因为后来想说，而且我很怕那个菜又卡在我牙齿上面。哎，你是什么时候卡？拍戏的时候啊，然后花絮有出来，而且还导演看到，那子轩啊，那个牙齿。就我现在真的蛮爱刷牙的，蛮爱刷牙。蛮爱刷牙。有人问说你的手怎么了？谁？就有粉丝不知道，他练球。我练球练一练，觉得我手好像想要有一种造型感，然后他就自己这样。没有啊，就是没有怎么样，就是不小心小小受伤了。对，大家不用担心，他只是他手指当下变成一个闪电的形状而已，大家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没什么。超酷的，我觉得超帅的。他变成闪电还是哇，索尔，这是另外一种召唤的方式吧？啊，就只是小拇指脱臼而已。没有，其实打球蛮容易的啦，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受伤。燕哲，你说梦玲去健身房是不是就摆拍？有啊，他还是有认真在运动啊。摆拍是什么？摆拍就放着，然后拍个照就走了，这样应该是这样吧？哎，你看一下燕哲现在，那个一红来了，谢红来了是不是？现在我们说话啊，不敢说话是不是？有人说求子轩角色歌单，我也忘了我那时候歌单有什么。他说你们俩衣衫不整在干嘛？谁？谢一红。关你屁事啊！这样关你屁事啊！哎，超多人支持我们表他的。粉丝一直说表他。我们不跟谢勇做一样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跟他的一种区别。我们的 level 不一样。我们比较有格调一点。我们就是做一种午后的，吃饭小聊天，然后温馨，然后散发一种爱，传达正能量。谢宏，你有什么话想说啊？还是没有叫他加入直播？刚才有人在说什么直播？对啊，不要，他竟然会让我们变累。队长什么时候要剃头？有人问。好像点击率快500万。谁？我们那个越界啊。哦。我上次看有一句，看好像400多吧。那好像480几、90几了吧？再冲一下。笋子是不是睡着了？没有，他。哪在旁边？还是你们看他直播？他可以做很乖，然后就这样做。对，然后他就睡着。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你说这样？就让他这样做，然后睡着，然后开直播。那就看他睡觉啊。对啊。大家看他抓痒。哦，他在谢一红说他在山上手很强。哦。我知道他真的干嘛。我们也没有让你嘴啊。我们就专心在山上可以吗？就是你要求加入是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把直播关掉，这样。哇塞，江南还是老辣然后他开直播的时候，我们就开双直播，看谁抢谁啊。对，上次我们有抢过，我和那个杨梦玲有抢过少宇和哲明的直播，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我们一开，然后他们就直接掉500元。我知道为什么你在剧里会一直推眼镜。因为它很滑嘛。对，它真的很滑。我刚其实的时候剩10%，把它直播到没电，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对啊，快出来了。不知道今天这样大家有没有开始？
就是我们直播会不会不有趣啊？可是今天有粉丝说，你跟梦玲上次害我抛弃少宇。聪明，但是对的选择啊，对，对的选择。虽然我刚刚说少爷好话，但是看他们还是对的选择。这样讲好吗？少宇马上要出来了，他说开心喽，好可爱。今天就是一个居家感觉啊。我到底煮了几包面啊？3包，吃不完，好不好？让他们变胖。但我觉得快吃完了。就是要吃胖一点啊，然后再脸壮。你会给自己的身材有什么样的目标吗？比如说，变得像谁？陆思美。我之前就是有设这个目标。哦，那你要再吃很壮，我要再壮一点。它很大只耶。对。然后它线条明显。那你呢？彭于晏吗？我应该是说近期我就看剧里面要变什么样，我就变什么样。我今天早上看一个 YouTube， 他在说世界上几个蛮为戏里面去牺牲自己状态的几个演员。我看过一个是克里斯汀贝尔，没错。然后再来就是冠军女儿的那个什么阿米尔汗，阿米尔汗对是吧？是吧？阿米尔汗对。对，就是这两个都是，那真的是算方法演技，为了融入角色。对啊，就是接近角色形象，很强哎！你看他演那个毒，就是吃毒的那个，就是瘦到那个。你说克里斯汀贝尔？对啊。什么黑暗时刻那一部，对不对？哇，瘦到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瘦到，怎样？少宇说，就又有一个人在那边给我笑到翻过去。我可以为演渣男增肥。少宇说的，少宇刚刚说什么可以让你笑？不是刚刚谢依宏说，感觉需要我前去主持。不用，你来主持这个直播的意义就变掉。对啊，就失去我们的用意啊。对啊，我们就只是要生活啊，你来就变官腔啊。你来的话就综艺啊，就给你自己直播就好了。你就去跟那个巴迪直播就好了。对啊。肖志伟，我们就交给你就好了。你自己就可以 hold 完1个半小时。对，这也是你的能力啦。说真的，这个我也办不到。我们也没有，对，我们就想说，也不会羡慕啦。反正我们有个人的风格啊。对啊，我们就偶尔让大家看一下同框一下这样。不然就直接一点嘛。我们下次就是我们2个开直播，然后你和少爷开直播，看谁人多，看谁会来看呢？安诺啦，就是会主持又怎样？对啊，会主持就不要有人气吗？谢宏啊？我们好呛哦。但是可能是吃太辣了。对，我觉得今天这个面蛮有效的，好呛哦，超呛。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一个样子，好爽哦。还是喝点可比斯好了。喝点可比斯好了。回到最纯的爱。现在是谁的账号在开直播啊？你的。哦，我的。对，最后在你这边。还是再关掉一次，然后再。他说我只是演员，自带主持技能。自带嘞，明明就自己点技能了。然后自己是点高，一直点高，一直点高。然后还花台币有没有？对，台币战士。好，还是要说一下谢依宏的好话，就是没有。你看好，就是突然不知道讲什么好话。这个才失礼吧。就是我觉得你剃平头还是蛮好看的。这句话，这个还不错吧？这个称赞，对，大家不是都觉得他剃平头蛮好看的吗？对，谢勇的好话就是，他真的能把气氛带得很好。对，然后我觉得呢，他主持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地方主持就是改变一下主持会更好。这么说的，就是他只要再把头发剃掉，我觉得他主持就会更好。对不对？他就不会一直在那边直播的时候就这样。对他太自恋了，就是他都已经戴帽子，还在那边弄头发，在弄头发这样，然后就这样，一直这样把头发这样，然后还要然后他每次3不5时还这样看一下，
然后他自拍都会这个表情，自己聊在他自拍都会这个表情，这样笑一下，这样就直接把头发剃掉啊。对，我觉得他把头发剃掉，就免得那么多麻烦。你直播就简单一点嘛，你就是没头发不用不动，然后就开始认真的做直播，我觉得很赞哎。对，就他一直拨头发这件事情，很影响那个观众的那个。对，就是观众想要看你的那个自带技能，不是看你拨头发。对，剃掉头发主持满分，没错，没错，我真的说好。剃掉头发主持满分，剃掉头发主持加分。我觉得这段一定会有人把它截起来，对，然后 tag 谢一红。啊，我们就3不5时再去再呛他，然后再呛他一下，他就会记得这件事情。黄梦玉，他回啊，他说对我就是没有头发怎样，我就是没有头发比较好怎样，学超像，我们对啊，你身为一个演员就是要学人家学人家。表演是从模仿开始的。我要模仿谢依红自拍。有吗？他什么？谢依红自拍就是他不笑啊，然后装一个忧郁气质。是那种。给你手机就。然后自拍他都会这样。对，他会这样，你要对镜头，要对镜头。假设这是手机嘛，他自拍的时候他就这样。就是瞧那种很美的角度，谢依红不需要啊，谢依红。然后杨梦玲也蛮好学的。杨梦玲换你学一下。要这样。施柏宇。你们这个一定会被截图。施柏宇就是现动一直在拍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他说现在路上很塞。没有，施柏宇就是他要 po 出来的照片就一定是100分啊。就之前有一次我们合照，然后就已经拍到5、6张了，我都觉得超好了。他说不行，还有这一点，再帮你加1张好不好？然后就开始弄头发，然后这个杨梦玲也是啊。是吗？对，他说拍完我看一下。不行啊，这什么啦？你这张把我脸拍得太胖了啦！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表别人，反正快结束了。我们没有在表别人，我们是在陈述事实。这是最温暖的直播平台。不是表别人真的很好玩啊，不是表别人啊，我们说陈述事实真的很好玩。终于说出实话了。你不觉得戴着这副眼镜陈述事实蛮有 feel 的？我觉得我这样这个造型很赞，对不对？等一下大家去台北市就可能会看到范少勋戴着这样在逛街。我等一下不会去逛街的。你等一下干嘛？训练？没有。好，不公开行程。我等一下睡觉，早上太早起来打菜。周末的下午大家要做什么？睡觉啊。对吗？我是睡觉啊。没有，因为晚上还要拍啊。没有了，我还会带芦笋子出去走走。雨林 CP 偶包中，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偶包蛮重。雨林是什么？就是施柏宇和杨梦玲。对。你们一开表，粉丝人就往上升。大家都喜欢听人家表的，对不对？剩下1分是什么意思啊？哦，直播。对，因为这个账号已经直播1个小时，你看我们多会聊。1个小时他就限制，他就不能再直播。对。好啊，那我们就剩下1分钟。对，我说直播5岁的吗？就5岁，开始让我们这样睡。不是，我刚听成直播5岁，我想说5岁，我小时候这么小的时候吗？我觉得这个演技已经有点没办法揣摩。直播这个有点妈妈。就可能会收到类似的剧本然后就要揣摩直播5岁。我这次痘痘长好久，一直不消。青春啊！重金是可以的吗？50秒，50秒，大家有什么话想说？还是我们最后还想要表现？不是，我们最后还想要陈述什么事实？陈述的事实就是没有事实，没有可以表的。大家都很有爱。对，好，最后来留个正能量的 slogan 之类的。20秒。来，
就今天少勋的 IG 首次直播，对啊，成功 get 收。